行，没什么问题，你就多注意点这个就好了，然后就这么弄着啊。王总，怎么了？那个新明科技那个合作，事情不能这么干吧？不能这么干。是。那应该怎么干？我之前把这个交给你了呀，你干好了吗？这样，夏小兰，我问你个问题：你毕业多久了？你入行多久了？你是就打算就这么继续埋头干下去吗？你能不能好好想一想，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？你能不能把脑子放清醒一点？看什么？手里的活都干完了是吧？行，今天晚上都留下来加班，好好感谢我们夏小兰啊！二少已经很久没找过我了。夏小兰帮杜兆辉赢得了比赛，二少真的就什么都不做了？那请薇薇小姐教教我该怎么做。我既没有大哥的本事，能得到爹地的偏爱，又不能靠怀孕稳固地位，我该怎么做呢？二少何苦说这种话？只不过是5%的股份，棋都还没下完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有时真的很羡慕薇薇小姐的天真。你觉得爹地在意这场比赛吗？他除了大哥谁都不在乎，就连我这种成年的儿子都不见得都在意。你肚子里这个，他又能多看重？就算爹地不会对自己的儿子下死手，但他要知道你在背后搞小动作，又会不会曲抹有此呢？会的，当时看老爷给了我身份，又给我做生意的特权，还把我肚子里的孩子对他造成威胁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人人都想看我出丑，我偏偏要出尽风头。老爷，我拍照环节太久了，我腿都酸了。活该，没人逼你这么做呀，是你说你自己要学做生意啊。那我不是为了替你分忧吗？再说了，我以后小朋友生出来，他会说妈咪除了长得漂亮什么都不会啊，丢的谁的脸啊？好啊，你既然这么喜欢去这种场合，刚好在马会有个宴会，我就不想去了，你替我去吧，啊，应该不会太辛苦了。我就知道老爷对我最好了。漂不漂亮？我身边这个比较漂亮。想吃什么就告诉我，我做好了给你拿过来。好。可是我觉得你煲的汤特别好喝。有进步了是吧？对。妈，哎，小兰回来了啊！我包了一些包子，给奶奶拿过来啊。玉奶奶，我明天要去港岛，您有没有什么要带的，或者想说的话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。想回来啊，自然就会回来。我就不送你了，
跟你女儿多聊聊啊。早点休息。好。于奶奶，早。把这个给他吧，也没有什么想要说的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好。哎，小兰。到了港岛，注意自己的安全啊！走啦。好。佢走咗啦。夏小姐係你港島辦事嘅，我可以久留。佢要我把呢個俾你。有冇講其他嘢？冇啦。走先。以後仲有冇人知道我徐忠義係老虎啊？I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in the past 7 years, we've had many Oriental faces and elements in this competition. Now, this, for the architectural sector, is very, very good. 那位小姐，现在想让我瞧开场白吗？小姐，如果你要離開嘅話，唔該請行呢個通道去停車場落車。谁稀罕瞧那破落？不给我面子，就是不给杜董面子。洗手间怎么走？ We hope that it will bring closer the East and the West together in the future. 多謝 Professor McCarthy 嘅發言。舞女就係舞女，始終上唔到台面。馬會咩場合啊？你睇下佢着到露晒手腳咁，杜生都唔教下佢出嚟啊，話唔定啊，丟道家面啊！
杜生出咗名玩得花噶啦，佢又點會真係中意一個舞女啊？仲話教佢規矩喎，有乜可能啊？方唔係啊，因為佢有咗杜生嘅餡啊。有咗仔咧，就喺屋企好好咁養胎。你有冇睇到烤腦嗰陣時嘅面色啊？佢仲以為自己可以想烤幾下喎，真係笑死人！如果唔係俾杜生面啊，佢連位都唔會有啊！咪就係咯。陈太理他别着急走啊，说的不是挺开心的吗？还以为你们两个有多大本事呢，不也是靠着老公的面子才跟舞女同一个会场吗？再说了，舞女怎么了？你们男人把你们打发出来，这会儿还不一定在那个舞女的场上。骨頭硬成根，有得約咩？獲得第2名嘅作品係《星河庭院》，設計師啟航設計工作室夏曉嵐，掌聲有請。Congratulations, well done. See you next year. Thank you. 我帮你一起洗吧。好嘞。哎，小兰你喝水。我来。小兰同志啊，咱们歇会儿吧，我给你倒杯水喝。啊。谢谢。哎呦，你小心！哇，这大太阳的，太热了。这个不是小兰吗？你写的？这是什么呀？你喜欢我？哎，你给我！怎么了？真不要脸！真不要脸！你这不是太你走开！啊！你说你喜欢我的，把我约到河边怎么了？现在有这么多人看着，你就不承认了？啊！你说你喜欢我的，你把我约到河边的。就王建华那种货色，我根本就不用亲自出手，他就会主动送上门来。下次约，你要不要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有多污？你仆街不乖，呃我錢。我看到了。贾小兰，为什么哪儿都有你？你为什么总是跟我作对？我所有的痛苦都是你造成的，所有人都可以过得好，就你不行。小姐，你有冇邀請函啊？冇邀請函唔准入喎。家里的狗眼，我是称荣集团的薇薇小姐，来你们这种地方需要邀请函。各位媒體朋友去上前啦。
帮我叫他救护车。我去了，先把身体养好。这不是你吧？是夏小兰，是夏小兰。我说别胡思乱想，先把身体给养好。你好好休息。少爷有话讲到给你听啊，孩子没了正好，你可以用干净的身份去完成他的计划，做不做选择权在你手上。跟大少说，我接受他的建议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我回去告诉他。夏小兰，我会往上爬，我会得到荣华富贵，到时候，我也要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老爷，你来干什么？平时就是这样子抓住老头子的心啊。他果然老了，这么低级的套路，他也吃得下。不过没用了吧？他应该不会再来找你喽。还不是拜你所赐？怎么？对我不满意了？老头子不来我这儿了，觉得我没用啊？我纠正你一个错误啊！我早就觉得你没用了。但是如果你有本事抓住老头子的欢心，在我们杜家争一席之地的话，我也不会拦你的富贵啊。只可惜，你太心急了，儿女的好前景都被你浪费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都得到了老头子的欢心了，也怀了他的孩子，好好的准备到我们杜家小老婆不就得了？非得去跟夏小兰置气。你不去争这口气的话，说不定老头子又赏你一套房子呢。杜兆辉还对夏小兰贼心不死呢，什么意思？想替夏小兰洗嫌疑是吧？想让我觉得我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跟她没有一点关系，就是一场意外，是吗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好端端的，他就跟我在同一天出现在同一个酒店的同一层，啊！夏子玉，不要疯了。有时候我真的怀疑，你跟夏小兰是不是真的一起长大的堂姐妹啊？夏小兰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啊，永远也不会，也不屑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你啊。哼，说的好像她是什么清清白白的女神一样，她有什么好高贵的？
他不是也一样是靠男人吗？只不过他靠的不是你杜大少，你就算是再殷勤，他也不会再多看你一眼。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多看我一眼，但是我确定，老头子不会再多看你一眼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刘天全、肖建勇、张东来、张三军犯故意杀人罪、走私罪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人刘天全犯故意杀人致死罪，其行为手段残忍，后果极其严重，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，因此判决其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以示惩戒。被告人刘天全在走私活动中违反国家海关法规，情节严重，给国家经济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，并处罚金550万元人民币，以彰显法律的威严。夏子玉失宠了？老头子呢？一早就玩腻他了。之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可是现在孩子都没了。老头子已经很久没有去找他了。不过呢，因为刘天全的事，他最近好像对刘可盈确实好一点。真没想到，这老头子呢，真的是会把刘天全给交出来。车荣集团为了洗白，自断一臂，杜氏从此正式和灰色产业切割，转向合法经营。杜兆辉，你这条路选对了。只可惜老头子还是有点爱心的，只把刘天全给交出来了。你知道吗？走私线呢，一早就钻在水仔街那里了。2天前，他警告那个水仔机呢，要砍断所有的走私线。平时这个小子啊，油头粉面办绅士，没想到比我还想要当古惑仔呢。他的反应好像是比掉了那个5%的股份还紧张呢。哎，告诉你啊，你还是小心点啊。那夏子玉恨你可是恨得要命啊。谢谢提醒，我会注意的。我看呢，你也小心点杜兆基这人，他的心眼儿也不比夏子玉大多少。你这么得意，小心被他算计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挂了啊。哎，等等，你这是在关心我，所以对隐瞒你的事情，你原谅我喽。我也很久没有去蛇城了，不如明天找你喝咖啡。不行，明天我和周成要回安庆，把奖学金先办了，再回京城领证。喝咖啡的话，再说吧。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？为何我的心不會死？佢嗰個百貨公司嘅經理嚟，我要同夏小姐緊一份新婚禮物。是，没问题啊！我现在就去搞啊。怎么样？判了，官司赢了，也拿到了相应的赔偿。吴律师、周律师，谢谢你们，多亏你们没有放弃，才为石凯讨回了一个公道。谢谢你们。没事没事，客气了。行，你们去忙吧，我送魏女士回宾馆。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明天，回去待个2、3天就回来了，不会影响工作的。行了吧，难得回去，他还不多待几天，当我给你们随礼了。走了。谢谢你们。慢点开啊你。哎，走了啊。哎。慢点啊。走。
恭喜你啊，周大律师。谢谢你啊，周太太。干嘛呢？他说都到这儿了，赶快进去吧。啊。好。拿水果篮。啊。进去。哎，刘姨，你们一起回来的啊？在这门口正好就碰见。妈，周成买了些汽水还有酒。这汽水就放桌子上啊，得放冰箱里头，有点眼力劲儿。哦，那个老汤，你去厨房帮我看看我那汤火候怎么样？我还是掌握不好这广式靓汤，我怕做了不好喝。你做的汤怎么都好喝。我这没买酒。哎，你还站那干嘛呀？赶快进厨房。哦，好，我先去了。去吧去。哎，这他们俩怎么回事啊？也没怎么回事啊，就在车上待了一会儿。你跟周成在车里干啥呀？得温柔点啊！啊，好。再使点劲儿。啊，揉啊！刚才这不是掌握挺好的吗？这么大劲儿？哦，我没温柔住。还是年轻哈啊，有时候掌握不好。哎，小兰，小周可以啊，跟你汤叔学和面呢，有轻有重，游刃有余的。是吗？他这么有天赋啊！哎呀，这老远就闻着花的芳芳的香味儿啊！都来晚了，不好意思，还买这么多东西，特别好，你好。哎，好，汤叔，你闻着香，晚上就多吃点。周成和汤叔在楼上厨房学和面呢。啊，他在厨房干活呢。对。行，他就得好好学学厨房这点事儿。我去看看去。什么话你？别理他啊！舅妈支持你是吧？咱们都支持。这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舅舅和汤叔都这么喜欢周成，这唱哪出呀？这是还能是哪一出啊？老岳父挑剔女婿呗。哎呦，于奶奶，快，周奶奶呀！奶奶好。哎，好。周成哥，这包子的面是你和了呀？哦，对，今天跟汤叔学的。包子。你们明天就领证了，有这么着急吗？可你就不能往后一点吗？当然急了，我再不急的话，你小兰姐跑了怎么办？她这么优秀，不光我会喜欢她，别人也会喜欢她的。但是结婚呢，并不是要把她捆绑住，她的人，她的心，依然都是自由的。啊，如果我做的不好的话，她还是会离开我的。但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虽然未来的人生未必一帆风顺，但因为我们相爱，所以自愿携手走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一起面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挑战。说多好呀！大家鼓个掌吧！汤叔，周成哥这个答案你们满意了不？和我们买，你个小叛徒！来，干杯！来，祝贺！现在一想想那个时候，感觉像上辈子的事儿一样。原来那时候，你对什么事儿都不太上心，可是那段时间，
你就总是很小心、很谨慎，每天好像总是在找什么东西一样。原来您也感觉到。你是我生的，我是你妈，我能没感觉吗？但是我就想，我女儿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经历了那么多事儿，不管她变成什么样，她都是我的女儿。只要咱们娘俩在一起，就什么都没关系了。怎么了，小兰？没什么。妈，我爱你。妈也爱你。我不知道刘芬说的变了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她意识到我不是她的女儿。但无论如何，她给了我无私完整的爱，让从前的夏小兰成为更勇敢的夏小兰。她付出了很多爱，也得到了很多爱。欢迎夏小兰回校。夏小兰，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干啥的来着？夏小兰你都不知道啊？她是咱们云南省当年的状元呀，人家现在是大老板喽，她还拿过建筑奖，可厉害了。就我这儿当年生意一般，她帮我支过招，那生意一下子爆火。打小就聪明，上次啊就给咱学校捐了一个那个图书馆，这次啊又弄个助学金，以后咱们这儿的孩子啊，家里困难的想上学，就都能给解决了。校长，您看谁来了？小兰，孙校长。哎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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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久不见。是啊。哎呦，你变了，变成熟了，更漂亮了。您也是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么年轻。哎，那，你看我这头发都白了多少了？明年我就退休了，没想到在我退休之前还能赶上你回来看我。哎，我听出来了，校长您这是怪我没常回来看您啊。没有。哎，这位是？这位是周成，是我的未婚夫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哎呀，一表人才呀！谢谢。我带你们去看看学校现在有什么变化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。行。哎呀，小兰，现在咱们学校变化可大了，以前的那个旧的桌椅板凳啊，全给换。同学们，今天是我们的校友夏小兰同学回来成立助学金的日子，我呢一定要让她来给大家讲讲。小兰同学这么多年，从一个农村家庭走出来，靠自己的努力，从咱们安庆一中出发，到华清，到盛城，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前线，并且在获得成功之后，不忘返璞母校。他的人生经历一定能给同学们带来启发。下面我们掌声欢迎夏小兰同学给大家讲话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夏小兰。曾经我和你们一样，渴望着从只言片语，从一本好书，还有一次演讲中获得成功的秘籍，好像抓住了这本成功的秘籍，就可以找到通向成功的捷径。但不好意思，今天呢，要让大家失望了。
因为我也仍然在寻找的路上。有些同学可能会认为，我好像已经成功了，难道是不愿意分享给大家吗？答案并不是这样的。我的确是取得了一些好的成绩，拥有了某些我渴望得到的东西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并不是以这个为目标。我的目标是追寻一个答案。我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想要获得什么样的人生？在我们安庆这个不大的地方学习，有许多同学都来自不太发达的农村。或许你们会想，好像我们从出生起就比别人落后了很多步。那追寻梦想，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，不就成了奢侈的梦吗？但我不是这么认为的。即便是起点不同，但通往梦想人生的道路都会有曲折。寻找人生的答案，就跟我们做题一样，有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能笃定地选出正确答案，而是需要排除掉许多错误的选项。在安庆的时候，我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，我只想要摆脱现在这样的苦日子。所以从高考开始，我用尽自己能用的一切办法，摆脱不想要的生活。要寻找到那个最终的正确答案很难，有的时候会遇到难题，有的时候会遇到挫折，甚至不是坎坷，而是苦难。但只要你咬牙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，这些便算不得什么，你一定会收获得更多。你会收获到一起同路的朋友，更加坚定的自己，和更加清晰的人生方向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害怕未来，不要因为恐惧而失去憧憬。世俗的条条框框不会限制你们，能限制你们的只有你们自己。成功是寻找人生答案途中的奖品，比这更重要的是，你想要活出什么样的人生。同学们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希望你们相信，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谢谢大家。好好写作业啊。哦。你那个快餐店挣着钱了，我给奶奶换个大房子啊。奶奶，我跟我爹娘平时都住店里，这儿3间房呢，平时就住您跟他俩，比我二伯他们在的时候宽敞多了，没必要换大房子。呀好，这叫宽敞啊！啊，跟咱农村老家那院子比比，大不？嗯，我可不是来受罪的。啊，你要真想回老家，咱那大院子，我明天就送你回去。你敢？我可不会去伺候那小妖精。行了，奶奶，您没事也稍微收拾收拾，我少回来几趟，省得碍您的眼。我这岁数干不动喽。走了。二伯，你咋回来了？这你自己？大军儿啊，是大军儿不？你回来了，你挣着钱了吧？是不是接我去住大房子呢？哎呦，你咋成个这样了呀？
李晨，李晨，他是谁？你管着吗？我管不着，我！哎呀，你还敢动手？你这个窝囊废，这几没本事还敢打老婆？就你打老婆，就你打！不要打我！你还敢不会日子了，小大哥？你还想不想过这个日子了，小大？怎么着？这位媳妇也没留住，光杆司令一个回来了。那我大孙子呢？我问你话呢，我大孙子呢？樊宇不给，说孩子小得跟着他。我让你，娘，这樊宇偷人，你打我干啥呀？你连个孙子一个都看不住，你打的就是你，窝囊废！你说我造了什么孽了？怎么生了你这窝囊一辈子的窝囊废呀？你个窝囊废啊！哎呀，对，我是我的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！你走，你还走上了你？你窝囊废还不能我说了？我说你窝囊废！